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根据兵棋推演发表了一个看法，称如果台海出现战事，华盛顿和华尔街将会变成两个国家，甚至会讲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华尔街聚集了世界上最有头脑的一批投资者，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财团，让华尔街成为了美国金融中心。早在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蓄法，让华尔街的财团们成立了美联储，直接一跃成为了美国中央银行。不仅是美债务的持有者，更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可以说是彻底掌握了美国的金融命脉。至于美国的政治大权，则是由国会掌控。某种意义上，双方分庭抗礼，但又偶尔合作。例如一战期间，美国大发战争财，这背后就是华盛顿和华尔街共同努力的结果。双方互相利用，追求将利益最大化。可如今，台海战事却成为了双方的分水岭。一旦开战，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关系将会走向何方呢？美国大搞兵棋推演，得到的结果却令人意外。自2017年之后，美国智库对于台海兵棋推演屡见不鲜，直到今天已经高达数十次。这数十次当中，美国无一例外的都没有取得好的结果。即便是军事实力强悍的美国，在兵棋推演中也讨不到好果子吃。在华尔街看来，一旦开战，美国将会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制裁，这反而会给依赖中国的美国金融体系带来严重伤害。并且随着制裁措施的开展，全球航运路线的关闭，股市暴跌以及供应链崩溃，经济问题将会爆发，华尔街将会迎来一次金融风暴。这对于一心想要投资中国市场的华尔街来说，是万万不想看到的。所以在台海战事上，华尔街毫无疑问和华盛顿呈对立态度。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又该如何应对呢？点击头像进入主页，我们接着往下看。美国兵棋推演结果出人意料，华尔街高层介入，我们对此做好了哪些准备？美国国会曾邀请多位华尔街高层参加了兵棋推演，在总结完推演结果之后，高层们普遍认为美国不该主动发动对华制裁，因为这会让美国面临巨大损失。但美国会怎么做，我们不得而知。但提前做好准备肯定没错，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例如半导体产业、高端芯片技术等核心领域，在这些方面不能被卡住脖子。例如，在工业大摸底前，中国军工因无法生产出航母阻拦索，跑去美国寻求购买，却遭遇狮子大开口。可在工业大摸底之后发现，原来国内的聚力集团就可以生产。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自主生产高级碳纤维、战机隐形涂层等等。这些例子都间接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独立的生产实力，不必担心被美国制裁。对此您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